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么昨天我们看到比特币打到59600美金，插了个针之后，在下午的时候，我们看到比特币出现了一定的结构性的反弹。那这里的结构性反弹呢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看到了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那这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呢，它的之前的结构呢是横盘走向的横向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知道啊，横向收敛三角形上方形成的阻力位在71500美金这个阻力位啊，构成了比特币的一个平头哥。那这个平头哥呢非常难以突破，虽然在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4次的等位置波峰，形成了江恩4次等位置波峰定律，出现了一个假突破，但是呢，最终被跌了下来。在跌下来之后，我们就说了啊，这波行情最重要的是做了一个平行结构，做的平行结构主要是平行于73777高点和60100美金啊这个低点啊这个位置形成了巨大的筹码缺口。然后在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跌破形成下跌收敛三角形，下跌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接近近焦点，也就是说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结构性分析当中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当时我们就说了，这个位置上是容易出现反弹的。那在昨天晚间反弹过程当中，我们就说了，比特币已经正式在多头上打响了一个冲锋号。那么就在今天早盘时间，我们看到比特币快速俯冲下来，打到了结构性的支撑位59600美金。为什么这个位置上出现插针下行呢？原因是以色列又向伊朗发射了几枚导弹，战争因素让比特币快速下杀。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原油和黄金出现了疯狂的上涨，那它们的上涨呢，我们认为是逆趋势的，而比特币的快速下杀也是逆趋势的，只是因为短暂的局部战争引发了一个市场的应急反应。那么再有24个小时之后，我们将迎来比特币减产。那么在减产行情当中，我们认为减产之后才是牛市的开启。那么目前为止越来越接近这个减产牛市，比特币它的反弹过程正在凸显出来。我们从今天的下跌反弹的过程当中看到多头目前猛烈且强势。同时呢，这波行情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连续6周的调整过程，震荡调整，消化了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由悟空阳线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干扰性 K 线组、八节阳线、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构成。那么这一轮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没有经历很好的调整，因此呢，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就出现了连续6周的调整过程那在这6周调整周线级别干扰性 K 线、妖怪 K 线干扰了悟空阳线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我们依然对比特币的趋势有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所以呢，比特币目前在4小时级别上完成了它一整轮的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是从72300到60000美金附近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已经基本宣告结束，然后对这样的一个缺口进行回补震荡。如果一旦上方再次站稳4小时级别的200日均线，也就是说突破68000美金，那么比特币的多头行情将会重新启动。从今天市值前100的山寨币来看，我们看到几乎全部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仅有个别币种像 LTC 这种币种、TRC 这种币种没有走出下跌走势，但是呢，我们看到跌幅也不是很大绝大多数这个币种都处在上涨过程当中。那么领涨的是 SOL我们看到 SOL 目前处在一个领涨阶段，因为之前我们看到 SOL 出现了一个超跌。我们来到 SOL 的 K 线图当中可以看到SOL 这轮行情做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下跌西游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插针的位置是在日线级别144日均线这个位置上止跌开始反弹。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的反弹。因此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标志性的阳线。这根阳线是在今天午盘12点出现的。那这个阳线有别于前面行情当的震荡箱体的一个震荡。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是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同时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方有144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因此呢，它的反弹过程目标点位是在168美金是在168美金。那么同时，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对于 SOL 来说是一个超级大牛市。那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最近的一轮上涨是在2月26日这周，这一周走出悟空阳线，上方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这个位置上开始震荡。
连续5周震荡之后，我们看到 K 线的周 K 线的实体部分仍然处在沙僧阳线的实体范围内，那么意味着如果一旦调整完成，上方对于 SOL 来说有唐僧阳线预期，但是呢，这轮行情对于大多数来说SOL 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看的是一个周线级别，那么它最大下杀达到了44%，对于一个市值排名前10的币种这个下杀动作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上做箱体结构做日线级别的收敛三角形结构之后未来它有反弹预期。那这个反弹预期呢，我们要画一下要把它画成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虽然跌破了结构，但是依然在结构区间上。为什么说结构区间呢？因为收敛三角形分为4个象限，在下方的这个下线象限当中，它的支撑位是在日线级别的144均线附近。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上方是有焦点，近焦点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下跌下来之后，后方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容易发生反弹上来。如果能够通过168美金，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4R级别的压力线上方也有这个结构性的压力线突破168到172这个区间，这个阻力区间，那上方空间将会被打开。同时呢，也意味着周线级别它的唐僧阳线，最终我们会迎来它的唐僧阳线，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预期。然后呢，还有一些币种被错杀这些错杀币种包括大多数的 DeFi 板块的币种包括 UNI， 我们看到 UNI 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连续下挫。下挫过程当中跌破了200日均线下方支撑位呢，我们看到是一个水平线的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我们当时说了跌破5.6美金将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所以呢它没有继续下杀插针到这个位置附近5.8美金，距离5.6美金非常接近了。插到这个位置附近之后，迅速开始反弹。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我提到了 UNI 要保持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多头反弹的一个预期，因为这个位置上它做出了连续的2轮日线级别下跌洗，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周线级别上甚至出现了悟空阴线、八级阴线、沙僧阴线，但是这个沙僧阴线走势非常凶狠直接一根下影线插了过来，所以呢不判断它会走出唐僧阴线。那么目前对 UNI 它是一个反弹的过程，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4R 级别上形成箱体结构，一旦出现 4R 级别标志性的阳线突破该箱体，那么意味着它上方将会到达10美金附近，因为10美金是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和200日均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附近。但是呢，对于 UNI 来说，我们认为它拥有着 Web3 领域它是 Web3 领域最大的一个平台，它是这个 DeFi 板块最大的一个平台币，去中心化交易所里面最大的一个平台币有着超过80%以上的应用都在 Uniswap 上运行DeFi 交易都在这个平台上运行。我们可以看数据这里占55.67%这个是 V3 以太坊的 V3，然后是ARB 网络18%然后下方还有 V2 占7.68%几乎80%以上都在 Uniswap 上运行。因此呢，它的应用体量意味着它是有价值，这个价值呢与目前的价格相背离，所以呢 SEC 对 UNI 的起诉让 UNI 快速下跌，下跌之后这个事件过去之后，我认为 UNI 将会有20倍以上的预期。同时呢，被错杀的还有 BEL， 那 BEL 呢正常它是有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走势，那这里的横有多长呢，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长达从23年到24年年初长达1年的震荡过程，才走出了一个突破性的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上涨结构。上涨结构过程当中，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八节阳线随着比特币的回调快速被斩杀掉了，但是呢，我认为八节阳线最终会复活。如果一旦发生复活，同时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下方144均线在0.8美金附近构成支撑，它非常容易走出与下跌对称的日线级别上涨 K 线。那么这个日线级别上涨 K 线，我们由当前的悟空阳线来看，可能会走2轮，最终呢完全回补下跌形成的一个缺口。因此呢，当前比特币马上24小时之后减产会给大多数山寨币带来一轮新的牛市和新的契机。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我的书或者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